关于美股的大事，我看到什么机会，美股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来讲解一下。那最近呢，在我们拍 YouTube 或者是我们在做 GMT 的时候呢，我们也听到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他们就说现在的美股是不是牛市派对要结束了呢？最近这几天看到股市有个下跌，尤其是星期五一个裂口下跌，纳斯达克跌了超过2%，哇，好怕，到底是不是美股要完了呢？所谓的牛三是不是已经结束了呢？那是不是未来要完蛋了？或者是他们看到之前美股已经涨了好多啊，他们可能会位高，觉得哇，现在的美股是不是太贵了呢？或者是他们有看到巴菲特现在好像持有现金的比例又创新高了呀？到底现在是不是一个 signal 要离场了呢？我们先回顾一下在过去的2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在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讲到其实那时候呢还没有总统选举，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市场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所以才会有一个回调。而我们看到市场的那个最大的不确定的因素确定了之后，这个方向就出现了。可以看到不同的指数，包括比特币，包括中小型的股票指数，都是清一色的突破新高，是往上涨。那当然一些详细的 updates 我在 GMP 里面有详细的讲到。我记得你选举之前你在 GMT 里面讲过，过去这么多次每次选完总统之后都会涨一下。当时候呢是这样的，其实我是在11月1号，也就是在那一次直播之前，我是跟他们说，虽然现在你看到好像有一个下跌，好像很吓人呢，其实现在市场还在经历一个不确定的因素的阶段，而我当时候判断呢，其实这个是一个重大事件发生之前的一个潜在的洗盘，一个 shake out 而事实呢也确实是如此的。第一个例子呢是2016年的第3和第4个季度因为当时候也是总统选举年，当总统的这个人选宣布了之后，股市是马上上涨，因为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已经是有一个明确的，包括2020年同样的在拜登宣布了当选总统之后，这个股市之前还是有一些波动的，还是在涨涨跌跌，甚至在当选之前有连续好几天都在下跌。如果你当时候不知道的话，看上去是不是这个派对要结束了，美国经济是不是要衰退了？2020年的时候甚至还在想是不是 COVID 的影响那个经济是不是要衰退了？其实只是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当这个不确定的因素过去了之后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出现了。而这个明确的方向出现之后，我想说的是，当时候的市场的气氛呢是非常的炽热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是我在前2天告诉 GMT 的同学们，目前来说散户的情绪呢，从10月底的时候他们看好 bullish 的那个情绪是37%到39.5%，是非常偏向于没有那么炽热的情况因为 one year 的这个最高点的 bullish high 是52.9%，当时候10月底是30几，是一个偏中性或者是偏向于没有那么炽热的情况。而当大势涨了之后，美股的散户的情绪突然间变得很炽热了，从39.5涨到了41.5，然后涨到了上个星期三是49.8%接近50%。我们来看一下 one year 的 bullish high 是多少，52.9%，而上个星期已经是接近50，也是非常接近1年的 bullish high 的一个高度。所以你也可以判断，其实在这个时候市场的氛围呢已经开始有一些炽热了但是呢在星期4的时候，鲍威尔他是有了一番的言论，而当时候市场是预期着12月它是会降息的概率呢是非常大的。放大这张图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在他的那番言论之前，当时候市场预测会降息的概率会是接近70几80%。鲍威尔他有一些发言之后，他有讲到几点，第一就是现在美国的经济是非常强劲的，第二点呢就是美联储也是不急着要降息，所以市场对于他的这一番话解读出来之后是感觉有一些失望的，因为市场它是预期着尽快降息会比较好，但是鲍威尔的这番言论导致他们觉得美联储没有那么快，或者是没有那么急着去降息，所以是有失望的。这些是短期的波动，可能会造成有一些调整，再加上之前的气氛太过于炽热，而现在只是稍微的冷却一下。而更重要的是，短期的波动可能是一些特朗普相关的股票，或者是一些总统当选，哪一个总统上任，哪一个股票会受惠。这一次呢就换成
成了这个所谓的降息的预期。而长期的影响是什么？这个是想重点给同学们看到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短期的降息的预期，长期我们还是要看经济和企业的基本面。鲍威尔他说过，现在美国的经济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要更加关注的就是有没有一些企业它的基本面是不是良好的，它有增长的。那如果你想跑赢大势的话，就是要寻找那些它有强劲的良好的基本面的公司有成长，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点。我们刚才讲了一个大致的方向，那接下来呢，我跟同学们来互动一下，我们从一个大户或者是从一个韭菜的行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最近的大事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在2个星期之前，当时候的散户的情绪大家还记得吗？或者是你看回刚才那张图啊，看 bullish 的那个百分比是很明显很低的，尤其是他看得到美股好像是连续下跌了2个星期耶，那他们可能就害怕了，或者是他在这个时候有听到可能是社交媒体，或者是他在看到某一个新闻说到美国是不是要经济衰退了，这个牛市是不是要结束了，这个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他可能会觉得害怕，然后就把他的股票抛售了。结果发生什么事情？美国总统有了结果之后，股市反而上涨哎！你想象一下，他之前看到大势下跌，他抛售了他手上的股票，他是空仓看着这个大势往上涨，那当然是非常的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我还没上车他看到股市涨了这么多之后，他肯定想追进去高追了啊，因为他们害怕错失了这个机会，这个大势一直涨上去，结果他们是空仓没有买股票而错失了这个所谓的机会。相反的我们从一个大户的角度去看，现在大势涨了这么多，然后那些 latecomers 就是那些 FOMO 的散户都追进去了，你会做什么？割韭菜割韭菜啊，这个是生动一点的比喻。他当然会用一些手段，可能是出一些负面的新闻，或者是他可能趁高位派货，结果现在股市有一个回调。当然这个回调呢，其实目前我们来结合其他的因素来看的话，我可以认为是健康的，并没有出现突兀的走势，并且这个也是一个理想的走势。你想象一下，大户他其实要收集筹码的话，他不可能跟着那些FOMO的散户一起高追，他当然要在一些低位的时候来收集筹码。那在最近的调整，这些 FOMO 的散户开始害怕了，他们把他们手上的股票又抛出去了，就像10月份也是有一个回调，那同样的行为在9月份也是有个回调，同样的言论，美股是不是要派对结束了呢？经济是不是要衰退了呢？其实我在9月份我也是听过的，在10月份我也是听过的，只不过现在也是重复着之前的那个行为。所以我们从这里简单生动的来给你们比喻一下，其实现在这个回调可以说是健康的、正常的，而我们更重要的就是千万不要成为那一批 FOMO 的散户。其实我在 GMP 里面有写了很多的文章，有些时候呢1个星期1次的 GMP 的一个 coaching， 有一些时候讲的内容可能已经不够 update 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也会在社群里面去讲一下我看到的最新的情况。那我这里的这一篇文章呢，是上个星期2我看到的一些 update， 抽出了一小段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势在短期之内已经是涨得非常延伸，而在接下来呢有几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它会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深度的拉回。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拉回？就像我刚才说到的，这个韭菜和大户的情况就是这样。而我们要关注的，第一，目前很多股票的走势已经是非常延伸，我们也不可能那些股票在涨得这么延伸的情况之下去高追去 FOMO。如果要买股票的话，也是要等到市场出现一个拉回的时候，才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还没有加入 GMT 的同学，你看看这个错过多少 rich 的，这也能看到了少输点钱了，或者赚多点钱了。那我们看一下啊，最近的几天确实它是出现了拉回。如果你仔细的看，尤其是纳斯达克和 IWM 中小型的股票，看上去哇，连续下跌好几天啊 ，QQQ 好像是裂口低开，大阴烛但是你再仔细的看一下，第一，不同的指数它虽然出现了连续的下跌，但是它只是回调到一个支持位。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QQQ， 虽然它算是比较元衰，就是它的图表稍微的没有像其他的指数那么强势，但它跌破了20天线之后，它也是
非常接近下一个支持，就是这条蓝色的上升趋势线，包括这条趋势线下方一点点也是50天线，也是一个潜在的支持。你看一下标普500的指数 ETF， 它现在出现了一个回调，连续下跌之后，它也只是回到了20天线，包括前面的一个历史新高所形成的一个支持的区间。我们纯粹从图表的角度去看，其实第一没有出现一些突兀的走势，第二它现在只是之前涨得太多，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一些卖压，而现在只是回到一些支持的区间。我们刚才从日线图的角度去看，我们现在呢从一个周线图的层面去看，作为一个更加长线的一个投资者的角度去看一下，那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拉回整固而已。在上个星期，一个大阳烛突破了前面的一个阻力的区间，而在上个星期它只不过是突破了之后有一个非常正常的拉回的整固，而这个整固呢，它只是回调到了前面我所说的这个历史新高的位置，它之前是阻力，现在呢反转变成了支持位，它甚至还没有跌破这条10周线，也就是日线图的50天线。所以从一个更长更高的维度去看，非常正常的一个 pullback， 一个整固而已。你从日线图的角度去看，哇，好吓人啊，这个裂口低开啊。但如果你从一个更高的时间维度去看的话，所以这个对我刚才说的不会天天涨的嘛，这个有波动的话，正好是可以用一些技术分析做到低买高估啊，赚多一点。还有一个重点，我也是在 GMT 里面有讲过，现在的市况呢，也没有像2个星期之前或者是1个星期之前那么炽热，那么容易就一股票突破了之后就像火箭一样往上涨。这个情况我们反而是看到很多的股票呢，它是突破了之后反而是有一个拉回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现在市场也是一个 selective， 一个相对性的，它并不是所有的股票它都会无脑的往上涨，所以我们也要更加精挑细选的去看一下市场目前在关注哪一些板块，哪一些板块它才会成为一个潜在的爆升的板块，或者是一些强势的股票，哪一些到底能够跑出来的，我们才有机会在那里去回报。为什么星期五会有一个 pullback， 有一个回调呢？在我的观察之下，其实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半导体的行业。那为什么半导体行业它会有影响呢？其实它也是受到了一些政策的影响，因为现在台积电它是不能卖7纳米以下的晶片给中国市场，所以一系列的半导体的行业它也是受挫。这个我们在好几个月之前有讲到啊，就是半导体呢已经不再像是年初的时候那么强势，并且当时候我也给大家看到，在现在这个阶段，那些钱已经是流到了其他的板块，比如说 AI 的应用层或者是软件类的股票。这个是半导体的 ETF XOFX 整体上表现也是弱势的，整个大盘在创新高，结果它还在屡屡下跌的，最近还是跌破了之前的一个上升的趋势线，现在呢也是再次跌破，并且它星期五的那个跌破呢也是拖累了整个科技股，不只是半导体的行业，它的影响也是蛮大的。这个半导体股票受到牵连， NVIDIA 也是有受到牵连，但是 NVIDIA 也是在这么多半导体的股票里面为数不多还能保持一定的强度。你可以看一下上一张是半导体它已经不像是还在一个能够持续稳定上涨的一个阶段里面，它甚至开始下跌，跌破了50天线，跌破了200天线，但是 NVIDIA 它还是少数能够在50天线以上的半导体的股票。更加重要的是，这个星期 NVIDIA 它也会出它的业绩报告，这个呢也是市场非常关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关键。NVIDIA 报告的好或者是坏，也有一定的程度会影响到整个科技的板块，就比如说它是差过预期的，然后下跌，那也可能会拖累整个科技的板块，从而也会拖累整个指数。相反，如果它是好过预期，是能够上涨的话，那它也会带动整个科技股，带动整个指数一起上涨，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留意的一个重点，一个关键。有一个同学说啊，现在很少可以买，有什么大的风吹草动全部 PK。那目前有什么股票可以买呢？其实我们在 GMT 里面也是有仔细的做功课，我也是跟同学们有说到，在现在市场调整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会我们可以汰弱留强，可以看一下有哪一些强势股是值得我们留意的。我记得在8月份的时候，在直播也有讲过的，就是Palantir。那你现在持有的是吧？那就这张图我还加注了那个百分比，之前数目是大一点，但现在我加注了之后，也有超过58%的一个利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关注的就是强势股。最近的大势，它确实是有一个下跌，看似好像非常吓人，但是你要知道，强势股呢是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星期五的纳斯达克跌了2点几，但是星期五的 Palantir 它是能够逆势上涨，非常的强劲，继续的破新高。你觉得哇，它业绩公布了之后到了50块，好贵哦。结果它2个星期之后，它再给你涨上去，涨到了65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握强势股，因为它相对大盘而言更加抗跌。这个股票好像你讲了好几次了 ，YouTube 的GMT 深度研究了。强势股就贵金不贵数量嘛，能够把握到一只已经是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回报啊。当然我还有其他的股票啊，也有一个不错的回报的，尤其是在最近的1-2个月，这里时间有限，也没有这么多机会能够。那就等着 GMT 讲。那下一个就是 Tesla 啊，对，现在又有加仓了。没有，我分享一下。其实在业绩之前230多块的时候，已经是看到一些信号进场了。结果他那一次是发布了 Robotaxi 的那个发布会，那一次的下跌也是把我止损了。所以我也并不是每一次能够百发百中能够赢的。我也在 GMT 里面有分享到，我是输了一点点钱离场的。那当然这个对我来说非常正常，输5%、输6%，我也是有控制好我的注码和风险。他的课程里面有教 risk rewards 怎么去分布。如果我能赚钱，我这一次能压住压赢的话，我到底能赚多少？那事实上你可以看到，我是能够赚超过好几倍我输的那个风险啊，到4:1，甚至是5:1的盈亏比。如果你是有机会把握到那些强势股，就像刚才那只Palantir，我第一注买的时候是在25块9、26块多左右。那就算不在26块多，它有一次回调到29块7的时候，我在 GMT 也有讲到，在那个位置它也是回调到一个支持区间，也是一个可以关注的。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短短3个月过去了，你的股票怎么样 ？Rich 又赚多点钱了，这个滚雪球越滚越大的。重点是，我想说，我也是有计算好盈亏比的，我也是有做好计划。时间不等人啊，这3个月他又赚了好多钱了。我也不是百发百中的，就像刚才 Tesla 啊，我也是曾经有在上面止损的，输钱的没关系，输的时候输5%、6%，但如果我能够赚钱的话，我能赚4:1或者是5:1，甚至是把握到这些强势股。你如果从我第一注的时候去算26块到现在65块，已经10几20个2，非常的强劲。我们要跑赢大势的话，就要关注这些强势股。那当然不只是我啊，其实法法他也是这2个股票，我记得你在上一次的直播当中也有讲到的。11月3号的时候，我们有讲到这2个当时业绩报告出来都不错，涨了一点。其实如果你用 Rich 的那一个技术分析来看的话，它是突破了一个枢纽点，这个是很强势的。这2个在很低位的时候，我是看好他们作为10倍股。刚才也讲过，10倍股就是有被错杀的时候，包括 Lemonade 包括 Chromadex 都是从高位跌下来的。被错杀的时候，我们也做了深度的研究，我个人是买了好多，也是在 GMT 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但是呢，我们需要有耐心，我也持有了一段时间之后，它涨上去了啊。其实我是看好的，我们在 GMT 里面也是看好的，但是呢，我有适当的减仓一点点，因为第一个啊，我看到其他有被错杀的股票，很低的股票。第二个呢，也是之前他们在低位的时候，我是买了好多。那从上一次到现在，我成本降低了，就是我减仓的结果。因为我卖走的时候是赚钱的，所以我的成本降低了。但是它的股价从2个星期前的5块7毛5又涨到了6块8毛2，这2天有点调整下来。曾经它是超过7块多的，所以7块多的时候更强。我7块多已经不卖了，已经放在那里了，这个高枕无忧了。还是要强调那一点啊，我们讲的股票千万不要听了就出去买啊，不懂得下车的话很危险。比如说有人讲过啊，巴菲
菲特现在卖了很多股票，巴菲特是个长远的投资者，的确现在美股已经有点贵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特别是美股比较贵的话，我们一定要像 Rich 的那个技术分析做的准一点，做好止损的，万一它跌的话，亏损的话有限度的亏损，但是涨的时候你可以短期内搭这个顺风车赚多点，所以这跟巴菲特的这个策略是完全不一样的。巴菲特策略是我的策略，投资者长远的投资者策略，所以我完全明白为什么巴菲特现在越来越多这个现金。上个星期的时候我套现了很多，现在开始又买东西了，所以我绝对能够明白巴菲特这个做法当然我买的现在就是中概股港股寻宝，美股是有点贵，所以呢 Rich 那一个是中短线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打法。巴菲特不用技术分析，巴菲特也不是一个中短线的一个投资者，还是一样要学习，千万要学习，千万不要听了我们讲的这几个股票之后就去买，我们不负责任。大家赚了钱来感谢我们谢谢你的感谢，但是大家输了钱的话，我告诉你要懂得下车。刚才 Rich 也讲过，我也讲过，包括我们自己也不是说每一个都赚钱。Rich 比如说他有止损，亏了 5% 啦，走了，赚的时候赚 20% 了， 25% 了，那整体来说还是在赚的。但是呢，散户是怎么赚一粒糖输一间厂，赚的时候赚 5%， 输的时候输 90%， 这样的话很危险，所以一定要学习。这里呢，我们录制好的课程，我的是10倍股，是一个基本分析，用商业模式，用这个宏观的策略等等来看哪一个公司在市场没有发现他们之前，你首先看到他们从被错杀或者被忽略的时候买入，到它变成强势股了，市场的打领了，到最后可能有机会涨几倍甚至10倍，这个叫强势股左边那一个基本分析，一旦被市场这个发现之后，那你再看它的什么业绩报告什么，这些都是滞后的，或者已经被市场看到了。更加重要的是用技术分析来看，现在资金是在流动到它那里或者在流走，这个就是个强势股的做法。 Rich 的那个技术分析会帮助大家的。 Rich 你的技术分析最后呢还在做几天的课程，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现在这个 Crazy 疯狂的优惠还在，坏消息就是一旦21天的课程全做完之后，这个 Crazy 的优惠就没有了，到时候可能给一点点优惠就算了。还有另外一个好的消息是，如果你现在马上报名，在这个月底有一个 Q&A 的时间来回答大家，如果你也是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马上来报名参加这个直播的互动，把今天的视频分享出去啦。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